一名因社交恐惧症常年闭门不出的美丽少女，未曾想再坚固的家门也挡不住潜藏在身边的恶魔。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Becky 失踪案。Becky 于1998年6月3日出生在英国布瑞斯特城。3岁时，父母因感情破裂离婚，她的监护权被判给父亲戴伦。不久后，戴伦与名叫安吉的女性重组家庭，安吉成为 Becky 的继母，其年长 Becky 1-2岁的儿子内森则成了继兄。幸运的是，安吉充满爱心，在他的细心照料下 ，Becky 得以健康成长。但家庭变故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性格愈发内向胆小。上小学时，他根本不敢独自留在学校，安吉便每天亲自送他到校，在教室里陪伴他，直到1年后完全适应校园生活。然而初中阶段的新打击接踵而至，内向害羞的 Becky 成为校园霸凌的目标，同学们取笑他，甚至无中生有地骂他是丑陋的胖子。长期的精神压力让 Becky 患上了厌食症，不得不休学1年。好在父亲和继母始终陪伴开导，他最终解开了心结，重返校园。尽管性格依旧腼腆，对社交抱有强烈恐惧，但他也交到了几位要好的朋友。安吉在 Becky 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给予了无私支持，两人建立起如同亲生母女般牢固的情感连结。13年转瞬即逝，16岁的 Becky 已长成亭亭玉立的高中生，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可内向的性格并未改变，平日里仍宁愿把自己锁在家里。与此同时，继母安吉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身体日渐衰弱，只能居家养病，母女2人便更多的在家中相互照料。2015年初 ，Becky 交往了一位比自己大1岁的男友，沉浸在初恋的幸福中。当年2月18日晚 ，Becky 前往朋友家参加聚会，因天色太晚，便留宿在朋友家中。4日一早，她匆匆赶回了家。当时父亲戴伦已经上班，家中只有继母安吉，母女俩开心地聊了许久。上午11点多，安吉需前往医院进行例行检查，便独自离开了家。2个小时后，安吉从医院返回，却发现 Becky 不见了踪影。他多次拨打 Becky 的电话，却始终转入语音信箱，说明手机已被关机。几个小时后，戴伦下班回家，夫妻俩在家中四处寻找，发现 Becky 的手机、笔记本电脑不见了，但鞋子、外套和钱包都留在了家中。这一情况让他们忧心忡忡。当时英国天气依旧阴冷，不穿外套和鞋子根本无法出门，而 Becky 向来懂事，绝不会不告而别。夫妻俩立刻联系了女儿的好友们，可所有人都表示当天未曾见过 Becky。意识到事态严重，他们迅速报了警。戴伦向警方描述，女儿性格极度内向害羞，除了家人和好友，很少主动与人交流。有时为了避免和售票员沟通，即便目的地很远，她也宁愿步行前往。这样一个宅女，绝不可能无缘无故不打招呼就独自外出。警方听完也觉得事有蹊跷，当即召开记者会，向全社会征集 Becky 的下落线索，同时组织警力对其家周边展开细致搜寻。这则寻人通告很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当天就有近200万人关注此事。这位美丽少女的下落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当地居民和众多志愿者纷纷加入搜寻队伍，对周边的水塘、森林等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然而1周时间过去， Becky 依旧杳无音信，搜寻工作陷入僵局。警方意识到盲目搜寻并非良策，决定将调查重心放回 Becky 家中，从头梳理案情。就在继母安吉再次叙述事发经过时，一个此前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浮出水面。安吉离家就医时，家中确实只有 Becky 一人，但她返回时，除了 Becky 失踪，家里还多了2个人：安吉的儿子28岁的内森，以及他的女友邵娜。警方立刻将内森和邵娜传唤至警察局询问，2人异口同声地表示不知道 Becky 的下落，却都坚称 Becky 是自行离开家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他们前来探望安吉，发现安吉不在家，便在后院抽烟。期间邵娜感到口渴，返回屋内厨房喝水，恰好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大门开关的声音，她判断是 Becky 出门了，之后便再也没见她回来。从证词表面看，似乎没有明显破绽，但2人的态度却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当时所有人都在心急如焚地寻找 Becky， 可作为继兄和未来的大嫂，他们对 Becky 的安危显得漠不关心。邵娜在交谈中甚至多次不合时宜地笑出声。更反常的是，2人的证词高度一致，甚至许多用词都分毫不差。通常情况下，即便共同经历同一事件，不同人的记忆和表述也会存在细节差异，如此精准的吻合实在蹊跷。与此同时，在 Becky 家中调查的探员有了重大发现，在 Becky 卧室的门框上有一处不显眼的血迹，经 DNA 检测，这正是 Becky 的血，而血迹上印着的清晰指纹经比对确认属于内森。警方当即以涉嫌绑架罪逮捕了内森和邵娜。此时警方仍抱有一丝希望，盼着内森能顾及亲情， Becky 或许还活着。
审讯室里，警方苦口婆心地劝说内森，只要交出 Becky 就会为他争取最轻的处罚，但内森和邵娜始终一口咬定自己无辜，坚称不知 Becky 的下落。无奈之下，警方对二人的住所展开了细致搜查。内森和邵娜的家堆满了破烂和垃圾，肮脏又邋遢，唯独2楼的浴室显得格格不入，浴缸洁白干净，散发着浓烈的漂白水气味，显然刚被人仔细清理过。这一反常迹象让警方警惕起来。随后他们在屋内搜出了一张购物发票，显示内森在2月19日案发当天于一家建材超市购买了一把电锯。警方调取超市监控，确认购买者正是内森。结合种种疑点，警方对案件的走向有了不祥的预感。面对新的证据，内森和邵娜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终于承认 Becky 已被内森杀害。根据二人的交代，警方很快在他们邻居家后院的小木屋里发现了一个黑色胶带包裹的物件，里面正是 Becky 被肢解的遗体。对于杀人动机，内森声泪俱下的辩解，称这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他表示继父戴伦和母亲安吉太过骄纵 Becky， 他在家中对所有人都态度傲慢，自己作为兄长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当天他趁 Becky 独自在家，进入他的房间试图控制他，可 Becky 不仅不领情，还激烈挣扎扭打，他一时没控制好力度，才失手将其勒死。但警方并未轻信这份说辞，通过深入调查内森的成长经历、日常言行及通信记录，最终还原了案件的真相。这并非意外，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谋杀。内森的灵魂早已扭曲，而动机远比他辩解的更加下流卑劣。内森出生于1987年，母亲安吉生下他时年仅21岁，他的生父身份成谜，出生证上甚至没有生父的名字。安吉不愿被孩子束缚，便将内森托付给外婆抚养，自己专心工作赚钱。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内森，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遭受同龄人的欺负和歧视，心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成年后，他的身高停留在165公分，在男性中属于偏矮水平，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自卑与叛逆。为了彰显存在感，内森不断制造麻烦。16岁时便被学校永久开除，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只能从事低端且收入微薄的工作，却因坏脾气屡屡与老板同事发生冲突，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走投无路的他曾加入军队，可仅仅2年后就因性格问题被开除。此后他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过着昼夜颠倒、浑浑噩噩的生活。年纪轻轻就显得面容松垮，身材臃肿，黑眼圈和眼袋明显，看起来如同中年人一般，人生彻底失去了希望。而与他的悲惨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妹 Becky 的生活。安吉与戴伦组建家庭后，戴伦带来的3岁 Becky 得到了内森从未享受过的亲情与关爱。在家庭成员的簇拥呵护下， Becky 长成了人见人爱的美丽姑娘。这份巨大的落差让内森心中充满了嫉妒与仇恨。他曾不止一次地向狐朋狗友吹嘘，只要找到机会就会杀了 Becky。除了仇恨，内森对 Becky 还抱有更加不可告人的欲望，这与他和女友邵娜的关系密切相关。内森20岁时结识了当时年仅16岁的邵娜，邵娜同样是从小在各个寄养家庭中长大，相似的童年经历让两人惺惺相惜，很快走到了一起。尽管内森脾气暴躁，经常对邵娜施加暴力，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人的关系一直持续了下来，甚至邵娜渐渐反客为主，经常给内森出谋划策，而内森对她也言听计从。案发时，邵娜已怀有内森的孩子。这对看似不相配的伴侣之所以能紧密捆绑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黑暗变态幻想，对娇小美丽的年轻女孩下手。警方调取二人的通信记录发现，案发前邵娜曾多次在短信中跟内森说，路边又看到可爱的女高中生，真想带回家，而内森则迫不及待地回复，那就动手，反抗就绑回来。常年沉浸在这种变态幻想中，让两人的内心愈发扭曲。由于不敢在大街上对陌生人下手，他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独自在家、同样美丽动人的继妹 Becky 身上。案发当天，趁着安吉出门看病的机会，二人携带事先准备好的胶带、绳索、小刀和电击枪来到 Becky 家中。警方推测，邵娜在屋外望风，内森则闯入 Becky 的房间将其杀害。之后，他们将 Becky 的遗体放进汽车后备箱。等安吉回家发现 Becky 失踪后，二人还故意装作不知情，与大家一起寻找了好几个小时。当天晚上回到自己家后，他们将 Becky 的遗体抬进浴室进行肢解和清洁。处理完毕后，他们敲开邻居家的房门，谎称有一些物品想藏在邻居后院的小木屋里，并愿意支付一笔费用。邻居误以为他们只是想藏违禁品，在金钱的诱惑下答应了。没想到警方后来找到的竟是 Becky 的遗体，这对贪小便宜的邻居也因此受到了严厉处罚。
落网后，邵娜极力撇清责任，声称对整个案件一无所知，是内森瞒着她犯的罪。之前与内森的变态短信也只是玩笑话，而内森则将所有罪责包揽在自己身上，坚持声称只是失手杀人，只愿意承认过失杀人罪，对谋杀指控拒不认罪。但警方掌握的证据足以还原真相，内森的犯罪早有预谋。案发时，邵娜就在距离案发地几米远的地方望风，不可能毫不知情。更何况包裹 Becky 遗体的胶带上还检测到了邵娜的指纹和 DNA， 证明她全程参与了犯罪。2015年11月，这起案件正式宣判。陪审团仅用了3个小时就判定内森谋杀罪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33年后才有资格申请假释。邵娜过失杀人罪成立，被判处17年监禁。当地社区为 Becky 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缅怀这位过早离世的美丽天使。人们还在公园里为她设立了一座纪念长椅，用 Becky 最喜欢的爱心翅膀和独角兽图案进行装饰。而内森的恶行经媒体报道后，在英国家喻户晓，即便是在监狱里，他也受到了狱友们的特殊对待，据说曾因不堪忍受而被送医抢救。对此 Becky 的父亲戴伦表示，这是女儿去世后他听到的最好的消息。